Over 40% of your revenue today is inference. But inference is about ready because of chain of reasoning. Yeah. Right? It's about to go up by a billion times. Right, by a million X, by a billion X. That's right. That's the part that most people haven't completely internalized. This is that industry we were talking about, but this is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. 相信大家看完刚刚皮哥对于未来 AI 的展望。Coach J 还是要提醒我们，当中有非常多互相矛盾的讯息。好，那今天我们这集就会跟大家聊几个我们比较关心的话题。MIT 的角度，研究代表表示，95% Generative AI 的测试的专案其实都失败在公司内部。所以，AI 到底有用还是没用？那第二个也是 MIT，说 AI 已经取代了美国12% 的劳动力。那我们这集可能就不要讲到这么广泛的社会问题。对，到了年底了，刚好帮大家总结一下。现在市场上这些观点，跟我们展望一下2026年 NVIDIA， 是不是要跌落王座 ？NVIDIA 最新的合理价。好，首先 AI 真的增长放缓吗？大家真的过度投资吗？好，我们从几个角度跟大家分享一下。第一呢，当然是从需求面来看。那我们的皮衣哥就已经有稍微说过了，对算力的需求会增加10亿倍。是很夸张的，对，大家会觉得现在好像已经每个人都在用 AI 了，为什么还有这么大的未来的需求跟展望呢？其实就是2个关键字，一个叫做训练，一个叫做推论。训练呢，其实就是我们之前一直在聊的，像比如 DeepSeek 啊、Gemini 啊，像 OpenAI ChatGPT，后面都是有个大语言模型。那你要先有这个大语言模型。之前其实它是透过很多 AI 算力去训练这个模型，让这个大脑成长的过程，对，把它长好，对，它就会进到下一个阶段，也就是我们现在在用，比如说大家可能都有体验，你 ChatGPT 或 Gemini 输入你的问题，它会给你答案，甚至帮你生成图片，生成影片，这就是用大模型，帮你生出一个作品，我们叫推论。AI 整合到工作、娱乐、商业各方面，推论产出文字、图片、影片，成长绝对不是线性的，它是指数型的成长。那当所有人都用 AI 用到一个程度，对于算力的需求绝对会是指数级的增长。所以才会有10亿倍这个数字，想象力是不一样的，很可怕，很可怕。再来，我们从大型云端供应商的收入来看看，因为关键有没有过度投资，就是看他们到底有没有因为投资有赚钱。对，有赚钱其实就不算过度投资，但是赚钱都是从财报看到的，对，实际发生的，实际实打实的，那就不是虚的嘛。好，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图表，看 Q3 2025年 Top 3再加上 Oracle，YY 是26.5%。Q3 还没有加速，对，这个是收入，这不是投资哦，收入都一直增加。可以看到最好的例子 ，Amazon 呢，在最新这个季度收入增长到了20%，就是跟去年同季度比起来。那这个原因就是因为之前我们有说它在这个季度急起直追，投资暴增。Microsoft 已经跟它只差1个季度而已，然后再来是 Google， 现在也是市占率也是在继续往前。然后第二个呢，一个小的数据，如果你是看 Q2。2025，总共的收入是77.4个 billion， 对，比 Q1 多了6.4个 billion， 是，但是到 Q3 versus Q2 其实才多5个 billion，这些大型云的供应商已经应付不过来这么暴增的需求。我们之前也有一集讲到一些新兴精品云供应商，像 CoreWeave 就趁势而起，对于数据中心过度投资的观点，其实就是刚刚说的那一块，到底你要怎么去理解它？它到底是我其实收入没有发生，我就先投资了，这就是过度投资，这个是有风险，有风险的。但是以现在我们从 revenue 这个角度来看的话，它其实是因为担心产能不足，损失了营收，不够卖，赶快补货跟过度投资的这个概念刚好相反。AWS 就是 Amazon 跟 Microsoft 现在已经被追进了。你记得几年前 Amazon 真的是遥遥领先，王者中王者，真的现在只领先1个季度而已。所以现在不是一个降低投资或者投资放缓的时候，大家还是要比较积极的去创造市场。然后再加上刚刚有说 AI 需求面应该推论会远大于训练，当这个慢慢起来了之后，谁能够抓到最多的市场，谁才会有可能在这个激烈竞争当中变成领导的地位。我们看到这5家公司今年总支出大约有可能超过400个 billion。全球数据中心的总支出会接近600个 billion，6000亿美金，在这个投资不止没有放缓跟降低，还有可能继续攀升。这边还有一个小点，训练到推理。大家如果有在看新闻的，可能会看到一个 GPU 跟 TPU， 或是 ASIC， 到底谁适合推论的市场？篇幅的关系，我们这次先不细说。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帮我们加1，我们可以跟大家再做一些分享。
我们先看一下里面一个重要的王者叫做 NVIDIA。一般来说 ，NVIDIA 都占整个数据中心总支出的55到60%，最大的一个支出。一家公司，对，如果投了600亿美金，应该有350亿会给到 NVIDIA。看一下 Q3，其实是120个 billion，就是1200亿左右，同比增长超过80%。它都在加速。你看从 Q1 67.2到73到80。不要只看新闻标题，而是回来看数字的时候，对对对，发觉对，厉害了，厉害了！到底 NVIDIA 是否跌落王座？我先聊一下营收。第一就是它本季度是570亿美元的营收，超过预期，20亿美元，然后同比增长62%，就是 YOY 跟去年同期比起来，然后比上个季度也增加22%，就以环比来说，是2023第4季度最好的数据。好，所以从绝对值来说，它比上个季度多赚了100亿美元。所以我们从营收可以看到，其实 NVIDIA 现在目前增长的势头完全没有趋缓，还在加速。再来，我们看看 NVIDIA 除了卖晶片之外，其实它现在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势头，也就是它的生态系，包含有几个网络平台，有 NVLink、Spectrum X 跟 Quantum X。对，这主要其实就是讲说，它不只是卖晶片啊，它是卖这个有点像软体，对，然后让这个晶片跑得很快，但是如果你跟其他人连起来的那个速度很慢，对，就会变瓶颈啊，对，所以它现在主要就在做这件事。那 NVLink 其实就是在一台伺服器里面，晶片跟晶片互联，对，这个地方，对。然后 Quantum X 这个就是伺服器跟伺服器之间的，然后 Spectrum 就是你的 server 跟外面连起来，其他的以太网络就可以利用这些生态。去绑定更多的这个在生态里面可以有的玩家 ，AWS 跟 NVIDIA 扩大合作出 NVLink Fusion，好，所以其实这个也就是一个我觉得是蛮大的往前的一步，对 NVIDIA 生态系来说，主要就是把 NVIDIA GPU 跟 AWS 它里面的 ASIC 全部可以比较无缝接轨的连接在一起，用同样一个平台做这一个绑定的话，对 NVIDIA 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利多跟 showcase。在 NVIDIA 里面，其实已经是80亿美元的业务，一个季度，所以它基本上就已经是占它整个季度收入的1/7了。现在目前增长势头也不错，生态系绑定，2026到底影响是什么？看一下下面 NVIDIA 的季度的 revenue， 现在可以看到这一季度是57个 billion 嘛，整体都是超出预期的。Key driver 当然还是数据中心 ，Data Center， 对，51.2个 billion。去年10月就是去年 Quarter 4，NVIDIA 已经分享了，在它最新的晶片 Blackwell 已经出了，Vera Rubin，接下来也差不多，已经拿到了500个 billion 的订单了。他说，在这个接下来24年的10月后面的6季度会有这个的交付。现在大家看到的数据，今年这个季度的第4季度预计大概应该是65个 billion。那我全部加，今年就是212个 billion。化繁为简，假设100亿是新的 Blackwell 的晶片，就代表明年光 Blackwell 跟 Vera Rubin 就有400个 billion 的收入。这个假设就是他2024年10月讲的那个400个 billion， 跟今年的212个 billion。就是翻倍，营收翻倍，就是翻倍。而且 NVIDIA 这么恐怖的怪兽还可以翻倍。对，而且重点是它就只这2个晶片，还没有包含刚刚说的生态系、网络服务、游戏，都不包含的情况下，再加上那个在去年喊出来的500个 billion，也有可能是相对保守的一个数字。或许他算完了之后跟我们分享。对他来说，他也觉得有点难以置信，真的这么大的公司，还可以有一个营收翻倍的可能性。但为什么大家还是会对 NVIDIA 有一些疑虑呢？或许这我们整理了大概2个市场上现在有的小小的迷思。好，第一个迷思呢，就是大家应该有看到这个左手转右手，空手套白狼，对吧？大家就觉得NVIDIA 就把钱转来转去。借给他的客户，然后再让客户跟我买东西，其实是金钱游戏，不是真的，对，不是真的创造价值。好，那这个到底真的是不是真的呢？我们可以看到 Michael Burry， 就是那个大卖空的主角，也是在里面就是给了一个很强大的放空信号，NVIDIA。但事实上，第一，这不是信贷，它是股权投资，所以股权投资就是我入股这家公司，比如说 OpenAI， 其实它不一定要买 GPU 的。也不一定要跟他买。如果他真的是用循环融资的角度，不会这样做。那第二个当然就是看应收账款，然后目前看起来，增加了，从去年的46天增加到53天。NVIDIA 其实还是有很多巨型的客户，包含主权的客户，就是不同国家的客户。所以有这些巨型客户，因为它单体的量很大，它给到他们的 payment deal 一定是相对比较好。所以当有大量采购新的晶片的时候，付账的时间拉长，其实也是可以预期的事情。那我最后一个点就是，那到底有没有坏账？那目前看起来还是差不多0.02%，综合以上，第一，它不是用信贷那种循环融资；第二，感觉上也不是一个左手
换右手，它其实真的是因为这个市场有非常大的潜力。它不是只能靠自己，它需要有一个生态才能够一起增长。然后也可以看最近的新闻，其实 NVIDIA 也有出来厘清，比如说他们提了几个论点，像是他们的营运现金流跟他们的净利，这个是完全是相符的，所以就也不存在这种就讲说只是玩财务游戏，然后实际上现金没有进来的这件事情。第二个迷思，库存的周转天数变多，代表 AI 需求增长放缓。库存增多，代表可能 ASIC 抢了 GPU 的市占 ，GPU 没人要。都变库存了，对，都变库存了，卖不出去，完了要清库存，对，所以这个就会是大家有的第二个迷思或是讨论。那我们从过去来看啊，的确过去6个月库存从23天增加到现在32天，但其实以我们包含 Coach J 的观点呢是偏乐观，原因是因为如果大家记得我们刚刚说的2026年的展望，营收要翻倍，你一定要有足够的货才能够卖来。你如果没有足够的货，而且那个货是今年需求2倍，你库存如果不增加2倍，你就没有足够的货去拿到那个营收。对，所以其实现在的概念反而是更积极的，表示他已经看到需求，他要赶快现在先抢货。所以老黄来台湾不是只是吃美食，他就是要来锁定这些存货，他买了一个，其他人就少一个，对于他的竞争优势来说非常非常重要。好，那我们合理价呢？我们先看一下市场上怎么说，看一下 investment.com 高点估大概是352，好，最低点140，平均250。那现在目前的价格是183.38，看起来本益比是44 ，forward 预期本益比 forward P 23什么概念？23就是跟 S&P 500一样，但是呢，它身为一个 AI 火车头，那成长股它应该会比大盘本益比要高，应该冲快一点，对，冲快一点，理论上应该是这样。从 Coach 这角度回推也差不多，大概是240，跟现在比大概有30% 的上涨空间。NVIDIA 在机构投资人的组合里面，大约是平均是4.6%，就是各个基金啊，对。但是呢，它的应该比较 fair 的权重应该在7.2。投资银行的 expert 在估值里面对 NVIDIA 稍微悲观的看法，其实都已经超过现在的数字。对，所以这基本上就会为 NVIDIA 带来下次再次上涨的一个推动力。好啊，那最后我们想要再说一下，就是因为这集时间关系，没有把 Coach J 最喜欢的股票，就是护国神山详细分析带进来。对，然后另外呢 ，Coach J 因为在岁末年初也在研究2026，他有点想要新买另外一支股票大家可以影片留言告诉我们。比较想先听哪个？还有刚刚有讲那个 TPU，还有 TPU 跟 GPU， 这三个题目，大家比较想要哪一个？比较想要哪一个？留言告诉我们。希望岁末年初这一篇对于 AI 还有 NVIDIA 的一个看法，对大家投资有帮助。Yes， 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，拜。